是一个人，这里不会有人找得到我。我们待一会儿。迟云，我的伤已经好了。今日，我想陪你多喝一杯。你不是整天说着自己是天下第一吗？小二饼们油污弄脏衣服，仍是你洗。这最艰巨的任务，就要落到你迟大侠的头上。有你在，什么都简单。老狐狸，今日你怎么不说话？什么？你不希望我来？可我唐丽慈何时听过话？你呀，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，也不要想把所有事情都一个人承担。有人同行总比孤身一人要好。阿爷，没想到到您这儿连朱砂都用了，对不起。只能如此，你不要怪我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过自负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没有。看着我，是天人境先舍弃了神州，现在却要让神州为他们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啊！唐丽慈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来圣州？如果不是你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现在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什么也做不了。为什么我记忆里的壁画与现在的壁画不一样？是壁画自己改变了，还是说颠倒梦想是由巧艺乾坤制作出来，能够穿梭过去、回溯时光的神器？巧艺乾坤制造的颠倒梦想也是来自于天人境，而催动颠倒梦想也必须依赖天人境的力量。可习古银镯终究能量有限，住手！所以只改变了部分历史。
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已成为真正的天人。若我能用更多天人境的力量，制造一个更大的颠倒梦想，或许一切还有转换的机会。或许你们还可以回来。公主，西方姑娘说少剑主的房间要尽快清退出来，另作他用。少剑主的遗物，本宫知道了。7月廿一，春儿因受罚降职而愤然。吾曰：“吾与子言为善，未言无代价也。”春儿曰：“为善而反受代价，何理之有？”吾曰：“为不善者，为恶者，岂无代价乎？然为善者，虽付出代价而心自安逸，故为善者难也。”春儿默然，似有所悟。3月16，与春儿散步庭中，春儿感言：“似与吾师同游景，远矣。”吾甚感伤怀，忆及往事种种，甚憾吾或对吾徒关切不足，未能令使吾徒交付信赖，实师之过也。幸为时尚未晚矣。春儿，来喝茶。师父，这是我从程道主那里偷来的今年的新茶，你可千万别告诉他，唐公子也尝了，他很喜欢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别哭啊！你忘记师傅教你的铁筷子大法，扔铁筷子？你肯定不记得了。师父。中原剑会的钟祖霞一直都是我的朋友，只是我现在才明白，他不想当钟祖霞，更不想当中原。你既然已经不愿意做回当初的自己，那你又何必执着于用以前的承诺，来粉饰渐行渐远的初心？唐公子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时你对我是什么想法？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侠！现在呢？还是吗？伤口并不可怕，让人感到害怕的是疼痛，但人不能因为疼痛便不去处理伤口。我现在就入宫，向母后澄清这一切。
钟姑娘绝非欺世盗名之徒，若将来有朝一日，她主动向娘娘认错，还望娘娘对她法外开恩。你又在给谁写信呢？宫里，你不是一直说江湖事江湖了吗？怎么，现在当上了剑主，改主意了？有个散活接吗？听说公主这次回来，抱着娘娘大哭了一场。婉玉公主进京面圣，将少剑主葬礼所闻禀明圣上后，娘娘破了这么多年的不涉江湖之约，赐她宁国公主的封号，统领江湖群侠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行了，把你扭捏的姿态收起来吧，真让人受不了。妹妹，哎呀，别拉我！你以为我想？还不是小狐狸让我扮成这样来找你们。他说让我来拿药方，找你们会合。宫里规矩森严，外男不得入公主寝殿，委屈前辈了。说吧，公主有什么安排？一阙阴阳之乱后，朝廷久不涉江湖之事，然今贼人险恶，竟渗透于我中原剑会，杀无先师。今剑会人心不齐，四分五裂，天下局势危在旦夕，此乃圣上所不愿见也。贼人之行，犹波旬乱粉，实为天下之大患。是故皇帝特亲封吾为宁国公主，令吾平定邪佞，还江湖以太平。望天下同道，共扶正义，协力除奸，共创安宁之世。是。替我转告天庆阁诸位长老，普珠将重入剑会，以中原剑会客座之首的身份，为剑会筹划。师父，唐丽慈已经将新鬼酒新丸的解药交给了公主，弟子可否以茶花岛的名义，全力声援宁国公主，帮助唐公子的朋友们将解药运往各地。解药已经运到，后面派发之事便有劳于城主了。我们还要与雪仙子前辈将剩下的解药运往下一个码头。好，诸位，此去定一帆风顺。送行。我相信邪不压正，当初我们的选择不会有错。毕竟他是唐丽慈。路途遥远，我们出发吧。这青铜树竟然又活了，他为什么要叫我来这里？你可知，幻天金一同往生谱，可以将他人的功力悉为己用。这件事，鬼牡丹未曾告诉你吗？你在担心什么？担心钟春季反咬你一口？担心你女侠的地位付之一炬？你焦虑又着急，你急着想赶回中原剑会，为自己争取些什么？义父真是聪明绝顶。若是现在公开钟春季是假公主的消息，一切都还有转圜之机。徒劳无功的尝试，不必去做。多亏了唐丽慈，我现在对人已经懂了很多。我不懂人心以前，我以为仅靠一枚刺青，就可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变成朝廷的公主，我的妻子。可如今我却懂了，他们根本不在乎公主的真假，只是需要有人去做公主，来巩固他们的势力。我以为我愚弄了天下，却发现我才是被愚弄的那一个。人会说谎，也会装傻，这恰恰是人心最险恶的地方。义父，陶想跟你讨一样东西。讨什么？自由。
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我若有自由，必然会成全你。只是傀儡这一生脱离不了丝线的摆布，主人不死，谈何自由？一阙阴阳说他需要我们，青铜树根系遍布神州，唐立慈只是毁了青铜树的树干，若是能重启青铜树，吸收整个神州的力量，便可以复苏。到时候，他会在轮回海等我们。轮回海，一阙阴阳的葬身之地，为什么会在那儿？傀儡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终于完成。只要回到时空裂隙所在的轮回海，开启它，你们就能回来。不如就叫你无界天环了。这里便是轮回海，传说中上古大帝收集这世间的苦楚所铸就，同时又是时空的最为薄弱之处，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，而夜魔只会出现在这里。时机到了，主人告诉我，那个人已经到了轮回海，就是现在，开启青铜树的汲取之力。这20年积攒的黑土里，终于要发挥作用。那是吗？这是傀儡之像啊！结晶被盗，西方园的毒师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布局。西方桃在剑会还有岛屿，你留下才能防止剑会内乱，目的便是为了引我来到这里。看来壁画上记载并非是过去，而是未来。你我会再次相见。果然是。剑会手背森严，西方桃伪造的求救信是怎么送出剑会，到达火云寨弟子手里的？刘演的藏身之所，我只对少剑主提起过，却并未在意。那时，你也在。我救刘演时，挡下了几乎所有的杀招，只除了你来帮忙时的那一招。你们快走！你做事并非滴水不漏，反而处处破绽。可我始终都不愿意怀疑到你。小事。师父，假的东西怎么能骗过你的眼睛？我的确是小事，但我也是夜魔，这两个都是真实的我。
原来你与他长得一样。因为他是我的傀儡。设计让鬼牡丹将我夺舍，只是你的第一步棋，而让我成为小时的方舟，以人性本善教导你，感受七情，从而苏醒成为夜魔，则是你的后手。师父，你说对了，坐下吧。前路尚远，我们还有时间说说话。师父，你知道吗？徒儿真的从心里崇敬你。如果再做一段时间你的徒弟，或许我就不愿意再成为夜魔了。师父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若是以一阙阴阳比肩神明的能力来行善的话，这个世间会变成什么样？这也是方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在骊山遇见我时，他看见了我的金铜额印。当时他无法确定我是否是一阙阴阳，可他还是将我带回了周地楼，以人之初，性本善教养。也是因为他无私的爱，这个世间多了一个唐离子。这是他给我的第二次选择。既然你还能再唤我一声师父，那我便如方舟一样，也让你再选一次。夜魔也可以继续做小事，而不是一阙阴阳。开始吧。你让我守护苍生，师父你怎么这么天真？你看，人心善恶交织，命运反复无常，并不因你我缘起，也不会因你我而改变。你想拯救苍生，却被当成怪物；我欲毁天灭地，却被奉为神明。善恶交替并存，亘古不变，这才是世间的真相。跟我的选择有何关系？你说的这些，不是你选择成为一阙阴阳的理由。我们俩的命运生来就已注定，我们才是同类。无论走上了多么不同的道路，我们俩最终只会是一个结局。师父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天真了。天真到现在，对人的情感还抱有幻想。师父追求的善良，只不过是镜中花，水中月。要是你知道徒弟我做了些什么，你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天真了呢？你要做什么？不妨让我来猜一猜。你借鬼牡丹的幻天晶融入青铜树，以此来运转黑土里
作为青铜树的养料，催动青铜树向虚空生长。你真正要做的，是以青铜树为媒介，汲取神州之力，让青铜树与虚空之上的玄术连接，从而让天人境再次现世。唐丽慈，你拦不住青铜树的生长。痴人说梦。是时候完成傀儡的使命。师父真聪明，我所做的一切都被你猜到了。虚空之上灵气枯竭，我们的族人深受天人五衰之苦，所以他们才将我送往神州，为的就是今日。为了结束天人五衰，不惜牺牲整个神州，当初天人境自己犯下的错误，如今却要用神州的生灵来弥补。休想！用这个污秽邪恶的世界换天人境重回神州，让他们摆脱生死轮回，获得永生。到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复活你的朋友，也可以让我继续再做你乖巧的徒弟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这世间的确有许多邪恶，但也有很多东西值得去珍惜。每个生命都是自由的，不该因别人的欲望而牺牲。人性向善乃是天性，即便人性脆弱，爱恨无常，只要有一次机会，没有人会甘愿永做黑暗，做与主人同喜同悲的傀儡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姑娘常戴此珠，未必没有从善之心。火珠先生，我这珠子里装的是剧毒，诛杀。可以为毒，也可入药，皆在姑娘一念之间。光明诀，星罗棋布。你不是想要自由吗？成为青铜树的一部分，这就是自由。师父，最后一招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玉石俱焚。你刚才说还想做小事，说明你良心未泯。放下仇恨，不要推倒它。不去推倒它，才能拥有。师父，你怎么都忘了？师父，你不杀博人，博人却因你而死。你所到之处皆是毁灭，与我有何不同？我只想活。师父，我现在又开始庆幸没有被你的天真所影响，而忘却我生于世间最重要的使命。师父，时间到了。你来此与我相争，本就在我谋算之中。你我同为圣子，唯有两股天人境之力交汇，方能引动青铜树，牵出虚空之上的玄术，令那天人境重临世间。我要的可不只是神州之力，我要的是你的力量。青铜树已经与我彻底结合，万物即我，我亦万物。现在整个神州都将是我的。师父，来吧，和我一起见证天人境重回神州。快走！一切都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足够执着，足够强大，就能守住真实的一切。可是到最后，我慢慢发现，我做不到。出发，见王城。我放不下你。沙城很漂亮，他玩得很开心。等他回家的时候，他很舍不得，因为这沙城不属于他，他带不走。唐公子，你输了。我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。是我没用。你在做什么？这半部往生谱本来就是你的，也算是无怪原主了。你快住手！传功已经开始，现在要是停了，我不就成了方舟的下场了吗？你比我更清楚。不，这一半往生谱，现在至少能保住你的性命，它至少能让我有时间想办法救你。但若是现在你还给我了，那不，六爷，
你不能这么做！阿离，我是万灵魔神，我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培养药液，制作星龟九星丸，所以鬼母他毁了我所有的经脉。但是，我还有一条他不知道，就是我的心脉。阿离，我这辈子输了。输得很完全，所以你一定要赢，带着我的那份一起赢回来。以前我什么也不想输，什么也不想失去，我想留住所有人，想改变一切的结局。可越是想拿起，失去的就越多。所以，不如放下。生灭瞬息，万象归于，翻覆天地，谓之往生。往生谱。轮回。师承的往生，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？在你以为重伤流野的时候，在你以为掌控一切，圣权在握的时候，人间繁华如朝露一时，失去了才遗憾伤怀，爱恨在瞬息流转。拥有才刻骨铭心。那我就教你三字经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若是这世间的一切都成为朝夕不变的永恒，那就不再值得被记忆，更无从谈论珍惜。这一切你都懂，只是你太害怕。是吗？那之后呢？我会到哪里？你对神州有眷恋，下次再见，你会是个凡人。一个凡人，我需要做些什么？你只需要按着心意成长、生活，自由自在地过完一生。真好。
阿丽，你都想清楚了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若世界回到最初，回到天人境飞升之前，那便不会有天人五衰，也不会有圣子，一去阴阳，就不会诞生。神州不会被一去阴阳所破，最终世界也不会毁灭。只是这代价。其实，亡难日何等与月落时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，无论未来的岁月如何变迁，我希望那些不在意的人，那些曾经与我并肩作战的朋友，能过上平静、幸福的生活。曰喜怒，曰哀惧，爱恶欲，七情具。阿丽，他们只是神州的普通人，七情具或许会因此愤怒和误会。待到你今后游遍神州，你终将会明白。这里天地最广，是天人境内唯一能看到星星的地方。你看，星星里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命运，也包括你腹中孩子的命运。我没有看到。为什么？看了便衰天之心。母亲，你说的对，看过就会心生偏执，会不舍。以后的世界，唐丽丝就不陪大家一起看。怎么回事？我好像做了一场梦。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蒸二糕，多谢阿兄。就这一上午，阿兄就赚了半吊钱的打赏。今天可以早点回去。不用着急回去，这家的糖醋排骨远近闻名，这次也是特意带你过来。真的啊？嗯。阿兄多吃菜。你也多吃点儿。嗯。来，吃菜。傅大厨，下一道菜好了吗？好了，糖醋排骨。池云，能不能别跟着我？我不是你老婆。这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们之间有婚约为定，你怎么不是我老婆？哎，来速车！这位兄弟，你笑什么？
我有老婆，你没有啊？老婆，等等我！哎，老婆，哎，地剑，这可以驱蚊啊！出来半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连把地剑都拔不出来。难吗？这很难吗？少城主，是啊，此行该回剑王城了，不然城主会担心的。知道了，撤！装什么装？哎，师兄，我拔出来了。皇兄，皇兄，走吧。天玄禅师还等着和你下棋呢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虫儿，回来了，挺好的啊。那是当然。却说骊山之下有一白狐，惊挠山下人。周地楼中有大善者，感之以情，授之以乐，如是7载。小狐狸。忽一日，云蒸雾涌，一白龙乘风扶摇直上。又4年，人间灾殃，狐龙面善，以身为法，逆转乾坤，泯于众生之间。